大家好啊，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继续为大家分享期权。最近有朋友问，关于卖看跌期权的策略，如果失败后被行权了，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来弥补损失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花些时间给大家讲几种卖期权失败后被行权的挽救策略。今天呢，我还是拿我实际操作的失败案例来给大家分享。说到失败案例，上个月我卖出过一张戴尔的看跌期权，虽然金额亏的并不太多，但是在这只股票上也足以让我牢牢被套住，被动当股东了。其实之所以失败且亏损比例这么大，主要还是犯了第一期影片里面说的错误，把期权当成赌博来做了。戴尔财报前5月30号，当时戴尔股价大约在175左右，并且我认为戴尔本期的财报会超过预期，所以当时卖出了一张5月31号到期的行权价格在170块钱的看跌期权，获得了1130块钱的权利金。至于卖出这张期权的损益情况是怎样的，在这里就不说了，前2期视频里面都有描述，不理解的或者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可以到播放列表里面找一下前2期影片了解一下。这里呢只说结果，隔天戴尔财报远远低于预期，股价暴跌20%，最低价格跌到了仅有131块钱左右。由于卖出看跌期权实质就是看涨，财报后股价大跌，那我的期权自然是亏损的。31号到期的期权，因为我是期权的卖方，所以自然要承担卖方的责任，以行权价买入股票，所以我要以170块钱的价格接手100股的戴尔股票。这时候股价仅是131块，我却要用170的价格来买，所以一只股票我亏损了39块。每张期权呢又代表了100股的股票，所以呢一张期权我足亏损了3900块。由于前面还收了1130块钱的权利金，所以这张期权我最终亏损了2770块。这时候我的内心涌现出了一大批的汉语词汇呀，什么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一时间思绪万千啊。但是吧，咱们总不能因为一张期权的失败就一蹶不振了，对不对？可亏了这么多，除了持股待涨，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今天给大家分享3种方法，我先把自己当时实际的操作和大家说一下，在影片的后半部分，我再把另外2种方法进行重点解释。先说我这个方法吧，这个方法非常简单，适合账户资金量比较小的朋友。我这个账户就是个小账户，所以一旦100股戴尔股票一直在手里持仓，是很影响操作其他股票的。当时我是直接把100股戴尔在股价131左右的时候平仓卖掉了，然后找了一个大约4个月后到期的 delta 值在 0.5 左右的实值看涨期权，于是我买入了2张10月18号到期，执行价格在150块钱的看涨期权，总共花费了2160块钱的权利金。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delta 值，至于其他希腊字母我会在以后的影片里慢慢为大家讲解。delta 值是指正股股价每变动1美元对应期权的价格变动的幅度。举个例子，如果 delta 值是 0.9， 那么股价上涨1块钱，期权的价格就上涨9毛钱。我买的这2张期权由于选的 delta 值是 0.5， 所以意味着2张期权基本可以100%抵上100股正股上涨的收益。另外呢，由于 delta 值会随着股票价格的上涨而不断升高，也会随着股票价格的下跌而不断降低，所以期权有一个特别好的品质，就是涨是越涨涨速越快，跌呢则是越跌跌速越慢。所以我如果要回本，根本不需要等到股价重新涨回170，那就在前几天股价反弹到160块钱左右的时候我就回本了。虽然没能卖在最高位置，但是能1个月内回本，我已经很知足了。这个呢就是我使用的这个简单策略。之前说过，每种策略都有局限性，我这个策略也一样。如果戴尔没有如期反弹或者下跌了，那么我们最多再多损失刚刚买的2张期权的费用2160块。所以在用这个策略之前，一定要仔细研究股票的基本面和技术面。如果觉得反弹的概率不大，该止损还是要止损的。那在讲后面2个方法前，还是和以前一样，因为我们的频道定位是让零基础的期权小白也能顺利的使用我们的方法策略，所以呢，讲策略之前，还是先给大家更新一部分期权的基础知识。
想要直接看卖期权后补救措施的朋友，可以直接跳转到影片的后半部分或者倍速播放。好，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讲今天的基础知识。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期权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以及隐含波动率。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内在价值。首先，只有实质期权才有内在价值。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我尽可能用浅显的方式来表达。内在价值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这张期权合约排除其他干扰因素实际值多少钱。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期权合约就到期了，这张期权如果有价值可以行权，那么它就是存在内在价值的。如果今天到期，这张期权作废了，那就是没有内在价值。那么如何计算内在价值呢？对于看涨期权来说，内在价值等于当前股票的价格减去行权价。对于看跌期权来说，内在价值等于行权价减去当前股票的价格。如果结果为正，则有内在价值，得出的结果就是内在价值的金额。如果结果为负，则不存在内在价值，也就是虚值期权。比如这个行权价格是121的看涨期权，当前股票的价格是123.54，那么它的内在价值就是123.54减去121等于2块5毛4，那这个呢就是它的内在价值。那外在价值呢？外在价值也叫时间价值，其实就是对于这张期权合约的期望产生的价值，也就是觉得未来这张期权价格会上涨或者会下跌所产生的价值。外在价值最关键的决定性因素有2个，一个呢是隐含波动率，另一个呢是期权到期日距离现在的时间的长短。当然，影响外在价值的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但是由于影响力度都非常小，这里就不多赘述了。简单说一下隐含波动率，因为计算方法和背后的逻辑讲起来比较复杂，今天我们只是简单说一下它的作用。前几天美光财报大家都亲眼见到了，有人说美光用实际行动为期权新手上了一节隐含波动率的课，想想确实如此啊。可能到现在还有些人在疑惑，为什么买的是看跌期权，第二天股价下跌了7%，我却没赚钱呢？买看涨期权不赚钱我能理解，可是我买的是看跌呀。其实原因就在这个隐含波动率上。隐含波动率往往在公司发生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事件前会上升，事件结束后呢又降到平常水平。比如公司发财报前，或者比如前几天 AIM 说要加入纳斯达克100，或者说英伟达的开发者大会等事件，都会引起隐含波动率的升高。所以财报前美光的隐含波动率无疑是会上升的，并且当天飙到了200%以上。这时期权的价格会比原本的价格高非常多，所以只要第二天美光财报后跌幅或者涨幅不够大，是没有办法弥补掉隐含波动率急剧下降带来的损失的。这下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买 call 和买 put 都不赚钱，所以这时候更适合的是去卖期权。前2期影片我都讲过该如何去卖期权，不是很理解的朋友可以去播放列表里面查看以前的视频。至于到期时间的长短对期权外在价值的影响，其实就很好理解了。我拿个例子来和大家说一下。假设老李和老王打赌某场足球比赛的结果，老李赌 A 队赢，老王赌 B 队赢。比赛还没开始，结果是未知的，因为双方都有可能获胜，结果的不确定性很大，所以此时赌注的时间价值最高。随着比赛的进行，比分逐渐明朗，时间价值开始减少，因为比赛的时间剩余越少，结果的不确定性就越小。比如比赛剩下5分钟就结束了， A 队的比分遥遥领先 B 队，那么这时候老王赌 B 队赢的可能性就几乎没有了。那么这时候如果老王赌 B 队赢是一张期权的话，那么这张期权就几乎归零了，因为胜负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在期权中，随着到期日的临近，期权的外在价值会逐渐减少，就像时间流逝对足球比赛的结果影响一样，剩下的时间越少，期权获利的可能性就越低，期权的外在价值便会越少。最终比赛结束时，也就是期权到期时，外在价值完全消失，只剩下了内在价值。所以我们会看到，期权合约到期的当天，如果是虚值期权，那么它们的价格会非常接近0；
如果是实值期权的话，那么它们的价格会非常的接近内在价值，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期权的外在价值会减少，期权的整体价格也在下降。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基础知识，下面呢继续为大家分享另外2种补救卖出看跌期权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呢，也是咱们今天着重要讲解的一个期权策略，叫轮盘策略。轮盘策略的第一步啊，是卖出一个实值的看跌期权。如果期权到期后股价没有跌至我们的行权价以下，这个时候呢，我们不会被行权，也就是我们卖出看跌期权成功了。那这时候我们便不涉及到轮盘策略的后续步骤了，我们可以直接回到开始，重新去再卖出一张新的看跌期权。那如果到期后跌至我们的行权价格以下，也就是影片开头说我们卖出看跌期权失败了，那么这时候我们会被行权。接下来呢，我继续拿戴尔作为例子来为大家展示这个策略。我们会被要求以行权价格买入100股戴尔正股，被行权之后，我们手中就会持有100股戴尔的正股。手中持有100股股票，大家想到了什么？对的，上期影片我们介绍过，可以做 covered call 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在当前戴尔股价的上方卖出一个虚值看涨期权，拿到权利金。如果到期了，股价没有涨到我们的行权价，那这时候期权作废，我们可以理所当然的把权利金收入囊中。拿到了权利金，我们无疑是降低了本来100股戴尔的持仓成本。接下来我们重新返回手中持有100股戴尔这一步，继续卖出看涨期权。如果始终涨不到我们设定的价格，我们就反复拿权利金，直到我们回本为止。那如果涨到了我们设定的行权价格呢？如果涨到了，我们不仅拿了权利金，对方还会按照我们设定的价格要求我们卖出100股戴尔股票。这时候不仅是回本了，我们还会赚钱。所以这样我们就成功平仓掉了之前失败的策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回到开始的地方，重新卖出看跌期权。这就是这个策略的整体思路。因为整个操作过程是一个轮回，所以这个策略叫做轮盘策略，也有人叫期权轮策略。以后如果大家操作卖出期权被套了，大家不妨试试这个策略来弥补损失。除此之外呢，还有最后一个方法可以补救大家 sell put 的损失，那就是 roll over， 中文可以叫斩仓或者叫斩期。如果你用盈透证券的话，那么临近到期，它会在系统里面直接提示你这个策略。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就是将期权的合约移至未来的日期。这里要先强调一下，如果你是用 sell put 赌财报，那这种方法可能不太行，因为这种方法是没有办法弥补隐含波动率下降带来的损失的。这方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到期前我们平仓了这张合约，与此同时呢，再卖出一张1周后到期的同样的行权价的期权。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一周的一个权利金。如果下周到期了，股价还是没有涨到我们的行权价之上，那么我们就可以再反复卖这种期权，直到有一天股价涨到了我们设定的行权价格。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平掉了这张合约了。这就是今天讲的最后一种弥补方法。用这种方法的前提是你确定股价终究有一天会涨回来的才可以。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这几种补救方法。第一种呢，就是最简单的持股待涨，直到股价涨回被行权的价格。这种方法呢，占用的资金比较大，完全是在以时间换空间。如果标的的基本面不错，这种方法相对安全。第二种呢，就是把被行权的股票全部平仓，与此同时呢，买入 delta 值在 0.5 附近的2张看涨期权。行权日最好放在3个月以后。这种方法一旦股价反弹，无需反弹到我们当时被行权的价格就能回本。另外呢，这种方法对于账户资金小的朋友非常友好，避免了大量资金的占用。但是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是，如果股价长期不反弹，最后可能面临着多损失2张看涨期权的权利金。第三种方法呢，就是轮盘策略。这种方法呢，安全可靠，安全性呢甚至要高于直接持股待涨。里面涉及到的2种期权方案 sell put 和 covered call， 如果还不太理解的朋友啊，可以回头看一下前2期影片，讲的比较详细的。最后一种方法是直接平仓，然后卖出一个同样的1周后到期的 put。
这种方法不适合赌财报后被行权的情形，只能用在我们用 sell put 来抄底的情形下。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每种策略都会有它相应的局限性，还请大家使用前谨慎考虑。影片中所提及的所有个股及案例均是单纯的为了教学效果，大家千万不要盲目抄作业。那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大家对海外投资、海外走资有兴趣，欢迎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订阅我的频道。如果在操作上有任何不清楚、不明白的，大家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电报群链接，在群里我会详细的给大家指导解答。如果大家对视频有什么想法和建议，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小人物愿和大家一起成长进步，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